别自告奋勇。为什么你的父亲你不认？为什么你说他是陌生人？你说那个老人是住俺小区的，警察来你才承认，我都不道歉。我哪是谁酒的不？你不要动我，不要动我。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扶？这句话是不是像一根刺扎在每个想做好事的人的心里？2025年5月，甘肃白银的周女士就因为伸手扶了个摔进沟里的老人，被对方儿子堵门骂，被邻居戳脊梁骨，连家里的狗都被打伤。76天里，她从120斤瘦到98斤，整夜睁着眼睛到天亮，直到监控录像摆在对方面前，换来的却是一封满是嘲讽的阴阳道歉信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起让无数人寒心的案子，也听听屏幕前和他有过同样遭遇的网友们藏在评论区里的委屈。2025年5月16日晚上8点多，甘肃白银平川区的天色刚擦黑，周女士像往常一样牵着拴绳的狗在小区遛弯，走到南门附近时，突然听见咣当一声闷响，转头就看见一位坐电动轮椅的老人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1米多深的排水沟里，轮椅压在身上，老人疼得直哼哼。周围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，但没人敢上前。周女士没多想，赶紧把狗拴在路边的树上，自己跳进沟里。沟底全是碎石子，她蹲下来，用手稳稳托住老人的后背，防止他下滑，同时朝着路边大喊：“有人掉沟里了，快来帮忙！”喊了几声后，3个路人跑了过来，其中一个中年男人一到跟前就喊：“爸！”周女士这才知道，这人是老人的儿子崔某。几个人合力把老人和轮椅抬上路面。周女士刚拍掉身上的土，准备牵狗离开，崔某突然一把拽住她的胳膊，声音陡然拔高：“你别走，是不是你家狗把我爸撞下去的？”周女士当时就懵了，解释说自己离老人还有20多米，狗一直拴着，根本没靠近。可崔某根本不听，旁边2个一起帮忙的邻居张某夫妇突然也站出来附和：“我们亲眼看见的就是他的狗撞的。”我救人还救出错了。周女士又气又急，争执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崔某对着人群喊：“他撞了人想跑。”张某夫妇则添油加醋描述事发经过。不明真相的邻居们开始对着周女士指指点点，有人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真没担当。”有人小声议论：“怕是想讹钱吧。”直到社区保安赶来调解，周女士才得以脱身。但崔某撂下狠话：“这事儿没完，我爸要有个3长2短，你负全责。”周女士以为这事儿能说清，可她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一早，崔某就带着妻子堵在他家楼下，拍着单元门骂，用词难听至极。周女士报警，民警来了之后，崔某一口咬定是狗撞人。张某夫妇也拿着证人证言要求赔偿。周女士提出调监控，崔某却冷笑：“监控坏了，你别想耍赖。”为了自证清白，周女士开始了漫长的找证据之路。她跑遍了小区物业、社区居委会，终于在一家商铺的私人监控里找到了完整的事发画面。视频清晰显示，老人自己操作电动轮椅时，先是失控冲上马路牙子，后退时再次失衡翻进沟里。周女士和狗全程在20米外，根本没有接触。本以为真相大白就能洗清冤屈，可崔某看了监控后，不仅不道歉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他开始在小区里散布谣言，说周女士有钱有势，买通了监控方改视频。有人给周女士作证，被他上门威胁，小心家里出事儿。更过分的是，周女士家的狗在楼下拴着时，被人用石头砸伤了腿，治疗费花了1万多。明眼人都知道是谁干的，但没抓到现行，只能吃哑巴亏。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让周女士彻底垮了。她本来就有轻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那段时间整夜失眠，闭上眼睛就是崔某的辱骂和邻居的指点。去医院检查，高血压、心律不齐、焦虑症全找上门，体重从120斤暴跌到98斤，颧骨都凸了出来。她的母亲看着女儿的样子，哭着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救人。”
他跑派出所，民警说这是民事纠纷，我们没法强制道歉。跑社区和街道办，工作人员只能帮忙调解，可崔某根本不配合。被逼到绝境的周女士在小区广场上摆上监控录像播放设备，当着邻居的面公开维权，甚至提出去庙里烧黄纸写誓词，用老一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周女士的坚持加上越来越多知道真相的邻居发声，崔某终于扛不住了。2025年7月16日，距离事发整整76天，他给周女士送来了一封道歉信。可打开信的那一刻，周女士的心又凉了半截儿。这哪里是道歉，分明是另一种挑衅。信里前3行承认老人系自行操作轮椅翻车，撤回对周女士的指责，可接下来的内容却字字扎心。在周女士苦苦哀求下，本人出于人道主义，决定予以道歉。感谢周女士及时管住狗，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。家父后续若出现健康问题，与周女士无直接关联。短短几句话，既把自己塑造成宽宏大量的一方，又暗戳戳暗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结尾那句“尹老师求放过”更是充满了不情愿。更荒诞的还在后面，道歉信发出没3天，崔某突然报警，说周女士在网上发布的维权视频泄露了她的隐私。可周女士早就注意保护对方信息，视频里崔某的面部、家庭住址都做了模糊处理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。民警驳回了他的诉求，崔某不死心，又找了2个新证人，试图推翻监控证据，编造周女士辱骂老人的谎言。结果被警方查出证人是他花钱雇的，反而落个诬告的嫌疑。直到这时，周女士才算真正摆脱了这场噩梦，但她身上的伤、心里的疤却没那么容易愈合。她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我现在看到老人摔倒，第一反应还是想扶，但手伸出去的瞬间，就会先看看周围有没有摄像头。这句话说出了多少人的无奈。这起案子曝光后，视频的评论区瞬间被类似的经历填满，有太多人和周女士一样，因为一次善意的伸手被伤得刻骨铭心。山东网友老杨头说，2023年冬天，我在菜市场扶了个摔骨折的大妈，她儿子来了直接扣我电动车，最后调监控证明清白，大妈儿子连句对不起都没说，还怪我多管闲事耽误他上班。从那以后，我走路都绕着老人走。四川姑娘小辣椒分享，我开车时看到路边老人被自行车刮倒，停车送他去医院，垫付了500块医药费，结果老人家属来了，说我是肇事逃逸，逼我赔5万。监控还原真相后，他们把500块扔我脸上，说算我们倒霉。那500块我没捡，觉得比吃了苍蝇还恶心。还有位江苏的网友说，我爸当年救了个跳河的，自己呛水住院，对方家属来医院说，是你爸把他推下去的，不然怎么那么巧？我爸气得当场就晕过去了，到现在都有后遗症。这些留言里没有激烈的谩骂，更多的是寒心、后怕，再也不敢了。有网友总结，不是我们不想善良，是讹人的成本太低，善良的代价太高。还有人说，彭宇案过去这么多年，不是你撞的，为什么要扶？这句话还是像魔咒一样缠着我们。是啊，当做好事要自证清白，当善意可能换来恶意，谁还敢轻易伸出手？很多人看完这个案子会问，以后遇到老人摔倒，到底该不该扶？我的答案是该扶，但要学会聪明的扶。周女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善良需要勇气，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智慧。如果遇到需要帮忙的人，先看看周围有没有监控，或者打开手机录像功能，大声喊这里有人需要帮助，大家帮忙做个见证，让在场的人都成为证人。如果老人受伤严重，不要随意挪动，先打120，再打110，等待专业人员到场。这些举动不是不信任，而是给善意加上一层保护。我们更要记住，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，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这就是好人法。它
他为我们的善意撑腰。像崔某这样的讹诈者，不仅会受到道德的谴责，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敲诈勒索、诬告陷害，承担法律责任。甘肃警方就表示，会根据调查结果追究崔某的相关责任，让讹人者付出代价。我想起周女士说的一句话，不能因为遇到一个坏人就否定所有好人。是啊，崔某们只是少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像周女士一样的人，在经历过伤害后依然选择保留善意。就像评论区里一位网友说的，我上次扶老人提前录了像，老人家属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，好人有好报。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防备都值了。所以别让少数人的恶意熄灭了我们心里的光。下次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先保护好自己，然后勇敢地伸出手，因为你的一次伸手可能会温暖一个人的冬天，而这个社会的信任也会在一次次聪明的善良中慢慢重新建立起来。毕竟我们都希望当自己的家人需要帮助时，也有人愿意为他们停下脚步。我是小薇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